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有在国际当中，大家最关心的每一天新闻，也就是川普。好，川普呢，现在是不是把亚洲的盟友给推向到别人那边去了？我们先看到的一则新闻是美中之间的晶片贸易战哦，美国说，抓到间谍了。好，那这个其实呢，我们也先看到的就是美国一直在这个关税的上面在做挣扎嘛。好，它这个使出了制裁大棒哦，还有这个贸易壁垒，其实都砸不垮中国。好，我们看到今年前7月中国家电的出口情势哦，用数据最明显，空调的出口量成长了4.1%，冰箱成长了2%，洗衣机成长5.3%，所以在国际市场上面其实都是成长的态势。然后对于全球家电产品的累计出口是达到了687.8亿美元，年增6.2%。所以中国家电现在在全球的市场上面这竞争力是不断的在增加当中。好，所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美国企业的执行长他现在感觉好像美国当下对于中国仅存的优势只剩晶片了，所以他说这个是必须要加以保护的。好，那讲到晶片的话，最近有一个新闻，也就是中国大陆再封杀了辉达的 AI 晶片。好，黄仁勋这边有回应说表示有点遗憾哦。那他说美中之间有更大的事情要解决，不过会耐心以对。那甚至这个辉达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被说跟华为的子公司有共用大楼，所以现在美国的议员也发现这件事情，认为应该要来加强的审查，说担心会源自于说这个安排跟中国有关的这个子公司可能会获得美国的敏感半导体跟人工智慧的工作机会，所以你看嘛，又回到了这个美国企业所说的晶片真的是现在美国当下仅存的优势。好，那中国大陆这边当然也希望摆脱一些这个制霸的问题，所以他们也不断的在测试，这是中芯他们在测试国产的这个 DUV 曝光机专家当然是质疑能力。好，那这个希望在人工智慧的处理器生产领域上面挑战西方的这个对手，也试图要来突破，希望无法获得这个荷兰艾斯摩尔生产设备的一个限制。好，所以中国还是不断持续在努力，但是也没有放弃跟美国之间谈判的机会。好，我们看到了港媒说川普现在要到中国国事访问，已经进入到最后安排的阶段，最后取决的是2个部分一个是美国可能想要中国买500架的波音飞机，那美方只是希望说我们的这个大豆出口也要到中国去啊，因为看看这个中国去年进口大豆只有2成是来自美国，远低2016的水准。所以这川普当然对于大豆他可能是他的本命区，也非常希望能够有所出口外销。好，那当然有消息人士现在说川普如果到了北京的话，可能还会搭乘高铁到上海，然后去看看这个上海的状况。那他们可能会搭就是最快的列车4个小时就能抵达，但是因为川普已经79岁，所以华府也很担心这行程会对他太过操劳。好，那看到了这个讲高铁，就很多人说其实中国基建可能在川普眼中会看起来哇，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这个已经超车美国很多了，这个口号川普这边可能很难追赶我们看到中国人口的50万以上的城市有97%其实都有高铁所以这公里数也占全世界的70%以上。那美国东岸这边虽然也有加速铁路，但是全长只有734公里，最高时速也只有240公里跟中国大陆时速350公里相差非常大。那平均的这个时速也才110公里，所以有人主张美国高铁的里程数其实是0。那中国仅用20多年就在基建上面超越美国，所以不知道如果川普去到上海会不会真的是吓一大跳。好，那看到了现在这个川普还是把盟友往外推，其实韩国就非常明显嘛。最近很多韩国工程师他就回忆说我在美国被捕的经历，他说现场有直升机，还有无人机盘旋，然后官员还持枪闯入，甚至用红外线雷射笔瞄准工人说你要出示证件什么什么，结果他们还被上铐。哇，他说根本是非常可怕，而且还觉得很想流泪说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不是合法的来吗？所以你看到南韩的外长赵显就非常不爽他说美国已经不是过去那个众多
的盟友，保持相当良好国家的这个合作关系了。他认为现在我们的300多名的这个南韩的公民遭到压制，美国真的是太坏了。好，那也呛美国不盟友，所以这300多的公民遭到上铐拘押。韩国的外长当然是很生气嘛，然后他就说了，他17号要访中，搭机前他就说，双方就将整体的双边合作关系跟东北亚局势来进行讨论，所以他到中国这边之前讲的，所以跟中国之间会不会有其他不同的互动，也因为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他跟王毅也会晤嘛，所以有希望说习近平10月底可以来到韩国出席庆州的 APEC 峰会。好，那这 APEC 峰会呢，有可能也会跟川普来进行见面嘛，但是南韩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推动中国跟韩国这边的关系。好，那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也回应说，我们是近邻啊，双方有必要保持常来常往，加强交流。好，看到川普很多行为都是把自己的盟友往外推而且推到的都是中国大陆那一方。好，我们看到了这个西方虽然制裁中国，但是反而让中国的家电真的是每一年都创新高。大使，对，因为事实上中国大陆现在它这个产品不断在升级，因为基本上大陆也跟我们台湾过去一样，也就是说劳动力的成本越来越高。所以它很自然的，它会把一些就是说一些低端的产品，它也慢慢移转出去，就移转到比如说到越南到柬埔寨这些国家去。所以大陆现在出口的产品都是附加价值比较高的。那同类的电器产品的话，大陆已经不是受这种低端的电器产品，它慢慢往上销售了。你比如说像这边讲的到意大利的市场那么增加了16%多。意大利市场它没有什么低端的需求品意大利的市场尤其在电器产品上，各种这些工业产品上，它要求的都是中高端以上的。那也就正好反映出中国大陆的这些家电产品来讲的话，它基本上它生产的项目已经往中高端的产品去发展，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就是说，以大陆现在整体的这个工业的整体环境，还有这个工人的熟练度，然后它要维持它的竞争力，它必然是往中高端产品去走。所以像过去在美国的话，你看什么 Made in China 都在这个 Walmart， 在很多这些比较一般，现在不一定了。那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它前一阵子公布了一个统计数据也就是中国大陆事实上今年前8个月。整体对外的外销的整个的数额增加了6%，那对美国的减了13%，也就是美国市场基本上中国大陆再掉的话，可是整体中国大陆的对全球的销售量加起来还是增加的，也就变成其实美国在跟中国大陆脱钩的过程中，并没有造成中国大陆的工业的这个生产的这些伤害。基本上是无伤害。如果有伤害，今天你美国我不买这个不买那个，今天中国大陆前6个月的整个对外销售量它会往下降，它现在不降，它还往上升。所以很多人就说，美国人是在自己想的太美了，他在跟中国大陆脱钩。其实呢，正好相反，这个大陆是求之不得，正好跟美国也在脱钩。所以这个我觉得美国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因为太独裁了所以下面的声音上不去，所以美国认为都是在制裁别人，其实是被反制裁。那么他们现在对韩国人这样做，韩国的这个媒体说这是韩国近代最大的奇耻大辱。那你想韩国人还会继续支持美国，跟美国做经济合作吗？这不太可能的嘛。好，邱毅委员，我接着大使说这个韩国的劳工被美国的 FBI 的特工跟这个 ICE 的这个移民的管理局给逮捕了，给抓走了300多个人。现在他们回忆起来，他就跟一场噩梦一样。那一天一大堆的美国的 FBI 的特工带着人荷枪实弹进来就抓人，抓了475个人，其中有300多个就是韩国的，不是一般的劳工其实都是韩国的包商，特别从韩国请过来的
工程师跟技术工人。为什么？刚才大使也说过了，因为美国的劳动成本高，劳动条件高，再加上工会组织强，所以不好管理，管理的成本也高，所以还是这些到美国投资的韩国大公司，还是从韩国请这些技术工人来，他们比较放心，而且他们也不是非法移民啦，他们只是说他的工作内容跟他的签证的内容上有一点点的小瑕疵跟出入，过去都可以如此做。那你现在川普不是鼓励各个国家到美国来投资吗？那韩国也愿意啊，帮你美国的造船产业，让你重新回到高峰啊。而且这一次李在明真的是呕死了，他去白宫跟川普谈之前做了很多会前的准备耶，他把川普的交易的艺术背得滚瓜烂熟，大家都说李在明拍马屁的功夫世界第一啊，结果呢，你拍了半天以后，韩国的劳工马上受到了这一个毫无尊严的浩劫。我会说为什么说毫无尊严？戴着手铐，戴着脚镣，腰部绑着铁链，而且有些人他的手跟腰是绑在一块的，吃东西的时候他说只能够用舔的，那水是有臭味的，也不敢喝，所以只能够蘸蘸嘴唇。那个床垫上有霉味，有臭味，整整逮捕就关了7天。还好韩国的外长赵显很积极的跟美国协调，所以关了7天以后还能够得到释放，用包机回到韩国。但是回忆这7天的时间就是一场噩梦嘛。很多韩国的企业说不到美国去投资了，而这些事情正在往外扩散。你不只影响韩国，你也影响到日本，也影响到东南亚的国家，也影响到中国大陆啊，甚至连欧洲都影响到啊。所以你川普谈了半天，要这些国家都到你美国去做几千亿美元的投资，到最后很可能就是镜花水月一场空。他们是工程师耶，不是什么犯罪。对呀，是技术工人跟工程师哎。听完真的起鸡毛皮吼。好，永明教授，川普现在上任8个月，230多天，但这个8个月啊，他在内政、经济都已经开始拉警报。那国际层面呢，我觉得他现在碰到3个困境。第一个，贸易减美，各国跟美国的贸易都在下降，快幅下降。那当然因为他的关税政策所造成。第二个，所谓的外交反美，这反不是指憎恨，而是指不信任。那最大的不信任反而是来自于他的盟邦的这些社会人民们，从加拿大、墨西哥到欧洲，都不信任川普政府，不信任美国政府，所以外交反美。那你更说像是全球南方穆斯林国家，那反美的程度就更严重了。还有第3个叫安全以美，这个有趣味。以美论已经不是台湾的专利了，现在全世界只要是美国的盟邦有美军的基地，现在都开始在担心，我让美国驻军跟美国维持军事联盟，我能真的得到安全吗？你看看欧洲北约国家，现在川普根本就是要完全撤出在乌克兰战争，他没有办法去处理。然后呢，卡达有美国在中东最大的空军基地，居然，然后他自己卡达的军事基地也买了美国的最顶尖的这些雷达、防空所有的这些系统，结果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以色列的军机接近，然后呢，飞弹打到多哈市的市郊，哈马斯的建筑，大家就质疑你买的美国的武器被关了后门了。所以呢，卡达就已经紧张到马上在9月15号把所有的阿拉伯跟穆斯林国家的元首都找来开一个高峰会，没有用的。所以现在安全以美，外交反美，贸易减美，全球已经在减少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贸易，在今年1到8月减少了13.5%，但跟东南亚增加了9.7%，跟欧洲增加了4.3%。造成所有其他的区域各国的贸易的增加，所以美国在经济上、在贸易上，
在外交上，在军事安全上，现在都每况愈下。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要来关心的就是香山论坛，其实从9月17号就已经正式开幕了。好，香山论坛是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的。那在开幕的仪式当中呢，就有举行欢迎晚宴。那时值中共刚举行完93大阅兵之后，所以也广邀了100多名的国防务部门跟军队的领导出席。所以我们看到中共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就致辞嘛，他说中共军队愿继续跟各方一道深化拓展各领域各层级的军事交流合作。好，那中国大陆国防部的这个部长董军则认为说，现在作为和平之师，中国人民的军队越强大，制约战争的力量也会越壮大。不过看到了这个美国只是派了5官出席香山论坛所以就有中国大陆的学者认为说这是美国人的小心眼不仅不派适当规格的官方代表团，甚至还阻碍他国来参会。但是美国国防部前官员则认为说，最近不是美国防长有表态说无意跟中国发生冲突吗？他认为这个言论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重大政策转变，显示的是华府正在寻求跟北京共存的一个新路径。好，但我们看到了习近平他现在这个继93大阅兵之后，9月17号又有香山论坛这个是聚焦防务跟安全的部分，所以大家就说他在拉拢的就是全球南方的一个新兴经济体，希望自成一个格局。好，那当然分庭抗礼的还是美国嘛，因为川普现在感觉有认输吗？好，喊上了36个盟友要对中国开启一个群欧的模式，那就是之前川普有喊话北约、欧盟跟7国集团的成员国要把36个盟友一起拉入一个对华施压的阵营，企图用集体围堵的方式来改写美中贸易格斗的一个局面。但是川普自己可能没有搞清楚到底是哪国总统，他现在想当的是欧洲总统吗？他最近一次在椭圆形办公室的闲聊当中有说，欧盟领导人说他是欧洲的总统，就这句话在比利时这边就引来了一阵窃笑官员们告诉 Politico 说，从来没听过有人这么称呼过川普但他说出了一个尴尬的现实，就是欧盟领导人实际上已经把美国总统请上了主桌。好，我们再看到就是五眼联盟，因为五眼联盟现在感觉可能会有一点危机。我们看到川普他被澳洲记者问话，但他却把人家记者训了一顿。我们来听一下。That is appropriate President Trump that a president in office should be engaged in so much business activity. Well, I'm really not. My kids are running the business. I'm here. You know what the activity,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the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Four Corners program. Well, the Australians, you're hurting Australia right. In my opinion, you are hurting Australia very much right now. They want to get along with me. You know, your leader is coming over to see me very soon. I'm going to tell him about you. You set a very bad tone. Well, go ahead, okay, John. okay, maybe you can set a nicer tone. Does a deal. What does it want in return? Quiet. 哇，川普在威胁澳洲的总统可能跟五眼联盟有关，是不是他也有一点意味说，你们五眼联盟不想要联盟了吗？好，但是另外一个在英国的话，川普访英，结果爆发有很多的反川游行那这当然跟王室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些规矩也是必须要做，但是看起来全球反川的气氛也是相当的浓厚。好，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香山论坛因为蛮重要的当然也看到了美国的一些这个学者说的小心眼。我们先问大使。对，香山论坛是中国大陆所主办的一场有关安全的一个应该是医轨办医轨跟医轨办的一个研讨会，军事研讨会。那么已经有多年了，很受到各界的重视。而且中国大陆对这个香山论坛的本身的重视也不断的在提高。那各界都会说，今年美国的参加的成绩没有去年的代表团成绩没有去年的高因为今年他只派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5官参加。
可是他还是有派他一些退休的官员，一些退休的官员，比如说就有他这个前这个这个有关的这个所谓的副次长级的官员也去参加了，也参与了讨论啊，所以并不是像外界一直说美国是降低了这个参与的层级啊。那他谈了，当然是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这个亚太、印太亚太以及全球的安全的问题，很多议题都在讨论。那么这里面有特别中国大陆有讨论到台湾的问题，而且中国大陆的这个一个退休的这个解放军的高层官员也提到台湾的问题，他们怎么看啊？这个官员是这个前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他叫何雷。他里面他谈说，他说如果非要采取武力来解决那么台湾的问题的话，他说不会需要高端的武器，常规的武器就可以。然后呢，他说他们的原则是什么呢？以最小的代价、最小的伤亡，获得最大的胜利。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其实这代表解放军他们对台湾这个将来可能发生战争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啦。那我是觉得大陆这次93的这些很多武器，说起来还用不到两岸这个战场上，因为你那个东风5C的话，那个是对付美国的，东风61也是对付美国的，巨量3也是对付美国的。那如果美国被震慑住的话，就跟美国的这个国防部官员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怎么样发生冲突嘛？对，那如果美国不愿意发生冲突的话，那大陆对台海的这个如果发生武统的时候，他就没有必要用到这么大杀器了所以呢，我觉得这里面香山会谈我觉得我们台湾要注意这个会谈，应该要多注意他们里面怎么谈台湾问题，这跟我们直接有关。那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现在这个香山论坛，我这几年观察下来，全世界的关注度大幅提升。以前欧洲的媒体不报，美国的媒体不报，那么事实上呢，现在我看了欧洲的媒体、美国的媒体都在报这一场这个论坛，因为最主要原因，我认为就是中国大陆的整个军力投射已经变成全球性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说中国大陆武器打不到我，每个都打得到，这个情况下就会受到重视。那台湾问题大陆怎么看？我觉得我们台湾应该好好来注意的观察，因为这跟我们的我们的身家性命是息息相关的。好，周一委员，刚才大使说对了，香山论坛一开始的时候是2轨，现在发展到12届，已经是1轨半，它现在是越来越受重视。尤其刚才永明教授不是特别提过吗？现在各个国家看到川普的作风，都认为说都有安全以美的心态，都有外交反美的心态。那这时候大家担心美国，疑心美国，害怕美国，这时候会往哪里靠拢呢？当然往中国靠拢嘛。尤其是香山论坛是在93大陆的大阅兵之后，在香山论坛里面最值得我们关切的就是大陆的军方跟安全部门他怎么来看两岸的问题、台海的问题。在目前大陆要对付台湾，根本不需要用到他所谓的航母001辽宁舰、山东舰，或者即将要入列服役的这个福建舰。他基本上他只要让那些4-5万吨的2栖攻击舰，大陆现在075有4艘076有1艘他只要2栖攻击舰加上武装直升机，他就可以顺利的把制海权、制空权都控制住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台湾像是徐国勇的那些论调，真的不要再讲了，嘴秋不好啦。什么叫嘴秋？就是嘴巴喜欢吹牛、胡说八道，制造困扰、制造纠纷，就免说了。其实现在只要台湾不闹事，
台海就平静无波嘛，就不会有事嘛。因为大陆现在习近平最大的目标是要做一个世界和平的缔造者，是要做一个世界秩序的维护者。除非说你台湾挑衅，把他逼到了一个狭窄的空间，他不得不反击，才会有所谓的武力冲突出现。现在全球南方的国家现在都眼睛在看着中国大陆，希望从中国大陆这边得到经贸的协助，得到安全的保障，得到外交的维持。所以把握住这个原则，不要再乱讲话，不要再吹秋，不要在那边看自己讲得痛快。那么事实上，这种做法对台湾的安全只有害而没有利。有明教授，93阅兵之后，中国解放军的军力在世界应该是数一数二了。那大概就是在核子弹的数量上逊色于美国跟俄罗斯。不过，足以产生核武吓阻，以及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上，那目前只有在非洲吉布地一个，那美国有全世界750个。可是，在西半球，也就是在西太平洋这边，它的军事现在已经居于主导性，面临到美国最近讲台湾法律地位未定，徐国勇说没有台湾光复节，所以在这个香山论坛，我们来看。中国国防部董军部长他怎么说？他说，解放军是要守护战后的秩序，80年来以联合国核心的国际体系，所以他们现在认为中国解放军是要守护现在的国际安全秩序。然后他说台湾问题，他认为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话讲得非常的坚定跟重要。那他说，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跟法理不容置疑，这个就是在驳斥美国的台湾法律地位未定。人民解放军始终是捍卫祖国统一坚定的强大力量，然后呢，不允许任何台独分裂。从郑永年另外一位重要的学者的谈话，我们可以了解，解放军大概是在针对反台独，但他们还是希望用和平统一的方式来去诉求两岸未来的发展。所以，我们自己在台湾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看到中美之间在西太平洋的军事跟权力，那个 power 已经明显的有消长，不只是军事、经济、科技、地缘政治都是如此。所以呢，你就看到他在台湾问题上就已经开始采取变化，一方面是战略收缩了，另外一方面呢，在法律的问题上开始完全转变，走向台独论调。怎么回事？也就是希望在这边可能去促成一个代理战争吗？那当然，董军、解放军他们都看得懂，所以就话讲得很重，讲说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已经是昭告全世界。那因此，如果我们懂得两岸的和平的交往，自然就不需要去面对军事上的可能的冲突。但是呢，如果你是跟着美国在不断的去挑衅两岸之间的法理上跟外交上，那真的两岸的冲突可能会就这个一发而这个会随时的擦枪走火的。带您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加入我们这1个小时的特别来宾。首先是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驻纽大实践文集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一轮好，各位朋友好。好，观众朋友，现在还是持续的在关注的是赖清德总统目前呢，他现在全力在冲2026，当然国政大家也很希望持续的在推动。好，不过我们看到他这个中执会结束之后呢，后面有选对会，这选对会有特别讲到说拍板农历年前要完成初选的提名。好，那出现前禁用赖清德的肖像好，那这边就说了，除了少数例外的个案提名作业就应该
在农历年前完成。那选对会的共同召集人邱毅人就讲说，禁用大咖，也就是赖清德等人的肖像合影。所以我们看到谁第一枪呢？出手就是陈亭妃陈亭妃说，他要全面的撤下跟赖总统的合照看板，自己对战谢龙介他强调是5战5胜，所以是真正打赢国民党的最强候选人。好，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出来选对会的这个禁令条款出来之后，陈亭妃马上就做了。但其实，在过去的前几天这个高雄这边，像是吴子嘉就有报说赖瑞隆跟许志杰早就已经悄悄的换下了赖清德的看板说他们都已经没有在做跟他合影的看板了。所以网友当然就议论说，那现在选对会是不是有点擦脂抹粉呢？明明是大家主动移除的，怎么故意说是大家不准这个总统用总统的形象呢？然后还有说这信赖台湾是我拒绝了，说林志玲说这个总统又赢了。好，那也看到说国防的这边是自愿意明年大减2联兵旅这是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接种。他说，尽管国防支出大增，但是115年的国防预算书却显示，这个预算原额比114年大减了6784人，相当于2个联兵旅。好，那我们讲到国防，大家就很好奇说，我们的国舰国造像是海鲲号到底状况如何？现在几乎是确定跳票了。好说台船认了不可能完成，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完成，不可能在预定的9月完成海测。那当然11月交舰就更不可能了。好，台船的总经理就说了，那现在本来是11月要交舰嘛，但是因为还有浮航、潜航的测试，所以现在9月是不可能完成测试的。他们说要在安全条件符合的情况之下，依照合约继续的往下执行。好，所以海军司令部参谋长也说，会跟台船共同的依照合约，如职安全的完成测试跟交舰。好，我们之前也曾经讲过，说我们也很好奇这海鲲号的时间点但是当时海军的新闻联络人也都完全没有回应嘛。好，所以好像似乎也不太意外。我们看到徐巧芯也讲了嘛，每天播我说的浮起来的这个人直接蒸发，连潜望镜都是借来的，所以9月跳票，徐巧芯也说真的不意外。好，海鲲号快浮起来了吗？现在民进党的立委希望能够解冻预算这是王定宇说的。他说，如果潜舰真的下潜浮航，完成了 SAT， 后续还有战斗系统、操雷等相关的测验，就希望能够尽速的通过相关的预算。那大家就想到这个浮起来，就想到的是这个王义川他之前有个影片就这样讲嘛。好，那网友就说，这样还敢要剩下7艘的预算之前骂徐巧芯的委员，请问是躲起来了吗？好，就在讲他。好，我们看到了这个之前赖总统不是有实讲吗？他就讲到说，这个蓝白冻结我们潜舰的预算10亿说要真的等到海鲲号海测之后才解冻吗？还批立法院冻结国防预算就现在有梗图郑克爽说，这个海鲲舰9月海测确定跳票，台船称不可能完成嘛，所以这证实了有问题，所以也是证实当时蓝白冻结是对的嘛吼。好，但是我们把它整理出来其实我们的海鲲号要花500亿元，那看看其他国家大概都在200亿元上下，所以我们真的是蛮盘的这个要花很多钱，几乎是2-3倍以上。好，那台湾的黑科技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馆长之前不是有这个到中国开直播，就酸言酸语嘛，说这台湾什么都没有，除了台积电半导体就没有料，甚至在参观大疆无人机又拿这个产业来大做文章。结果呢，现在就9月国防展的时候就说，我们很棒，我们有无人机。然后这个是我们有台3立做的一个采访跟这个访问的片段，就后来发现说，他们这个国防开展这个3立说的黑科技，竟然是大疆的农业机所以这个是不是又有一点在自打脸？要搞清楚国防科技不是想象中很简单这是很复杂而且很专业的议题。所以现在你看就出包了。好，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绿营初选就是现在说不准跟大咖，尤其是赖清德合照，这到底是擦脂抹粉，还是说真的有这样的条款？委员，现在就南台湾的各地方的选区来说民进党的候选人或者想争取成为民进党候选的人，私底下对赖清德都骂声不断
认为赖清德叫做水威得临啊，遇到赖清德和带赛，所以呢，没有人要跟他一起挂嘛。在高雄的看板，大概在几个礼拜前，已经就看到了许志杰、赖瑞隆都把原来跟赖清德合照的看板都已经撤下来，换成了他们个人的独秀。好，那现在台南呢，陈亭妃本来一定也想换，可是不敢换啊，因为他知道赖清德本来就偏心林俊宪，不喜欢他。好，那现在党中央有这样的决定，陈亭妃才敢换掉，这也是就是顺势让你下台阶嘛。我认为这是邱义仁主导选对会以后第一项可能对民进党选情有关的决策。好，那至于说啊，刚才提到了海鲲号，我进棚的时候刚好跟徐小新擦肩而过，我就说啊，我真的要为徐小新要抱不平了。民进党在大罢免的时期，每一个人都要攻击徐小新啊，尤其王义川，明明嘛又胖又秃又丑，还在那边比那个什么浮起来，他的比浮起来，那比徐小新比起来真的是难看太多了。可是我们回到实质面来看，其实蓝白所冻结的根本就不是海鲲舰嘛，它所冻结的是后面的7艘的后续舰嘛。但是有个条件呢，就是说你今天的海鲲号要依照合约，在11月以前，今年交舰，然后9月呢就要完成你的海试。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证明了一件事，你到目前你的浮航测试还没有完成，浮航测试没有完成，你就没有潜航的条件，接下去还有潜航，潜航做完了以后，还有你下面的这个战斗系统的射击超雷都要做测试啊。我不相信现在9月确定海试出不来，而且连浮航都没有做，那我请问你11月能交舰吗？100%交舰不了嘛。所以当时徐小新讲的有错吗？一点都没有错啊。他就是要你们这些台船系统啦、海军系统啦，大家赶快去做，不要吹牛，不要只是为了讨好蔡英文、赖清德就吹牛。大家想想，当初吹牛皮最大的黄曙光，台船的董事长郑文龙，现在都不在位置上面了嘛。现在台船的董事长陈正宏，他喊冤啊，他说这承诺都是以前的人下的，不是他讲出来的。可是他仍然要背这个责任嘛。那你连海鲲号、海鲲舰都没有办法完成海试，都无法交舰，你后面的7艘后续舰，你说要立法院在野党能够解除冻结，把预算给你，方便你贪污啊。所以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民意代表立法院本来就在为人民看紧荷包嘛，即使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这个潜舰国造的预算，也必须要把它紧紧的看守住嘛，否则你就会像接种提醒咯，跟美国买了一堆的武器，国防预算下个年度编了多少？9495亿，但是你将来很可能是有武器没人用，有武器不会用，有武器乱用一通，到最后跟当年的雄三飞弹一样，一射号称大陆的航母杀手，但是结果最后把渔船给炸了，这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吧。所以你基本上立法委员在野党为人民看紧荷包，要求你解释清楚，按步骤来做，然后才把预算的冻结给放宽，这是完全正确的做法。
所以你民进党要自己检讨嘛。尤其现在大罢免大失败以后，当时骂徐小新的那堆人都躲起来了，不见了。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龚川啊，龚川现在去哪里呀？我真的很想要去找出来，龚川去哪里？还有个沈伯洋，现在人也人间消失，蒸发掉了，不知道在干嘛。难道还在研究他那个到底是有人要偷拍，还是就是行车记录器吗？确实大家因为这个823这个大罢免之后，现在这个很多人都已经不在媒体的焦点上面了，然后大家社群也看不到他们。谢大使这个海鲲号现在正在步入印度发展这个国造的这个武器的后尘，不过所以其实海鲲号如果照印度来讲，它也不要急，印度发展了一个战斗机，自制战斗机，到它交货，从它开始研制到它交货，也不短了，不长，不会太长了，30年，30年，30年。那它交货以后呢，事实上也没有看它走上战场，叫光辉战斗机，真的很光辉，大概创了全世界发展这些这个战斗机最长的历史，而且听说印度飞行员不太想飞。因为不安全，那所以呢，就是说现在这个海鲲号这个一个潜艇，我们常常在讲的说它能够潜下去浮上来，那是基本动作对，你造一艘船，它能够潜下去，能够浮上来，其实技术不难即使你达标了又如何？我们要一艘潜艇，我们要问说它的性能如何，它的那个引擎的声音够不够小，还是你一下去以后人家3-5公里里面就听到来了一个轰轰轰轰一个机器，你那被人家你没有反潜的能力，被人家的反潜装置随时可以抓住，这样子就是潜下去浮上来又如何呢？第二个，你有多大的攻击能力？你上面装的武器系统是什么系统？是2次大战时候美军的水准呢，还是在韩战时候美军的水准呢？还是1990年代美军的水准呢？还是2010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水准你都要告诉我们你这装备出来以后根本打不过别人，那你做了有什么用呢？这一点我们这个国防当局都是什么噤若寒蝉，国家机密，什么都国家机密。结果搞了半天多少年了，我们的海鲲号从我们这个现在当闲云野鹤的蔡英文开始，就在那边这个大做文章，哇，动作很大，钱花的更多。到现在我们在讨论它，扶不扶得起来？这不是笑话吗？这就跟我又提到印度了。印度你知道，我前一阵子看一篇文章讲，印度的火箭那更厉害，它只要一发火箭的时候，它的飞弹一开始射的时候，全世界都紧张，是因为误射，对。然后更紧张是印度，因为印度在试射飞弹的时候，曾经把自己的这个舰艇自己把自己干掉，而且不是发展过一次。然后呢，它一发射以后呢，就以这个我们现在它当时卖给这个菲律宾的布拉莫斯导弹，它曾经发出去以后印度完全失控，说不晓得这个飞弹到哪里去了，就全世界都在找印度的飞弹。所以说人家说最具威慑性的飞弹就是印度的飞弹，因为它打出去连印度自己都搞不清楚打到哪里，有一天突然就打到别人了。那我们现在发展的武器系统，海鲲号，问一下，请国防部查一下花了多少钱了？我们还把这个台船公司的几个造船厂，基本上船屋是因为买这艘船，所以我们还赠送了台船好几个造船的船屋。这个台船造船没有船屋就先接单，这也是蛮有趣的这个公司也很好干可是问题这么多年了，已经多久了？现在我们要看它浮起来是基本动作就跟人能不能呼吸一样能呼吸当作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类的成就的话，哇，那人类真的是永远进化不了了。所以我觉得到底是在捞钱，还是在真正增强台湾的武力？
你增强你造出来以后，你告诉我性能是什么？如果说是20年代初期，20世纪90年代的战斗力水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2025年了，你造出来这艘舰有多大的作用呢？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民进党当局做任何事基本上都脱不开钱字。那这个玩笑开大了，你钱也花了，赚钱的人赚的该赚的都赚饱了，你现在还扶不起来，你不是世界级大笑话吗？好，游明老师，各位知道我们现在中华民国海军有4艘潜舰，分别是海狮、海豹、海龙、海虎。海狮、海豹是1973年下水，到现在已经52年，是全世界潜舰里面大概是最有资格的主副级的。然后海龙、海虎当初跟荷兰买，那1987年到现在也已经38年，其实有一些零件配备，那大概都可能会在替换上要困难。而且它当初的武器配备其实也是一个拼凑的，所以这4艘潜舰作为台湾海军的，就是一种攻击性武器。潜舰一定是攻击性的，那但是呢，它分别的这个装配以及相关的性能，跟现在的海鲲真的是要弱，所以这个海鲲是在补就是潜舰的战力，因此一直有一个这个计划，到现在终于开始有这样子的8艘的推动，但是从2025年到2038年吧，14年的期间要做这个总共8艘，而第1艘现在整个时程不断的在拖，也就是70公尺，大概载水量可能是2500吨到3000吨那我们要针对谁？解放军，对不对？解放军海军现在总共有370艘船舰。其中有将近200艘是作战舰，潜舰80多艘，而绝大部分都是过去10年下水，包含潜舰跟它的水面舰。那它的潜舰里面呢，现在094是核子动力，096会有新的核子动力。在这一次93阅兵还展出了巨浪3型潜舰发射的洲际弹道飞弹。12000公里以上，然后呢，它的常规潜舰，也就是柴油动力潜舰，加起来也有60艘以上。所以，我们现在台湾呢，你如果是在两岸的冲突或这个军力平衡当中，你要一个怎么样的平衡？你要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而现在这个潜舰又不断的在技术上、在测试上拖延，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一般人民就要问的是。花这么多的钱，总共可能将近3000亿这么长的时间，是不是现在台湾在军事防卫上所急需的？然后呢，配备上以及整个做法上，那当然它已经拖了那么久，现在让大家更是心掉的那边，不知道它未来的发展以及在两岸的军事平衡上，它是不是真的能扳回一城呢？好，国建国造，当然大家都很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能力，但是问题就是一言再言现在大家反而是更对自己的国家没有信心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